上个系列我们讲完了韩信从胯下之辱讲到背水一战，从国士无双讲到未央宫中事。很多朋友在评论区说意难平，但我告诉大家，如果韩信让你意难平，那接下来这个人会让你意难平一辈子。他就是项羽，历史上唯一一个败了死了还能被司马迁写进本纪的人。本纪是什么？那是天子的传记。项羽从来没当过皇帝，但司马迁说他配。今天咱们讲第一集，一个24岁的年轻人带着5万人打赢了40万秦军。这场仗叫巨鹿之战，他干的那件事儿叫破釜沉舟。大家注意一个细节，项羽小时候他叔父项梁让他学认字，学了几天不学了，让他学剑术，练了几天又扔了项梁，气得骂他。项羽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史记原文记载，书足以记名姓而已，剑夷人敌，不足学万人敌。认字嘛，能写自己名字就行。剑术嘛，打赢一个人有什么用？我要学的是打赢1万个人的本事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时候的项羽才10几岁，一个10几岁的少年张口就是万人敌3个字。项梁听完什么反应？没再骂他，开始教他兵法，因为项梁听懂了，这孩子不是懒，是嫌小。公元前207年，秦将章邯带着40万大军把赵国围在巨鹿，赵国眼看就要灭了，赶紧向各路诸侯求救。救兵来了没有？来了。来了多少？20多万。打了没有？没有。20多万援军驻扎在巨鹿城外，搭好营帐，架好锅灶，看着，就是看着，没有一个人敢往前迈一步。为什么？因为对面是秦军，灭了6国的秦军，那只让天下人做了几十年噩梦的军队，谁先上谁先死，所以大家都在等别人先上。这个时候项羽来了，带着5万楚军渡过了漳河。过河之后，项羽下了一道命令，把锅砸了，把船凿沉，把营帐烧掉，每个人只带3天的干粮。大家注意，这不是演义小说编的，这是史记白纸黑字写的皆沉船。破釜塘，烧庐舍，吃3日粮，以示士卒必死，无疑还心。什么意思？不用想回去的事儿了，要么打赢，要么死在这里，没有第3个选项。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？楚军疯了，5万人对40万人，以一当十，连续发起9次冲锋，9次秦军崩了。那20多万在旁边看热闹的诸侯援军呢，史记里写得非常生动。诸侯军救巨鹿，下者10余臂，莫敢纵兵击楚击秦，诸侯皆从壁上观，他们趴在营寨墙上看。看完之后呢，项羽召见各路诸侯的将领。这些人走进辕门的时候，一个个跪在地上，膝盖着地往前挪，没有一个人敢抬头看项羽的眼睛。诸侯将入辕门，无不西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大家品一品这4个字，莫敢仰视。24岁的项羽一战封神。但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不是项羽有多猛，猛不是本事，谁年轻的时候没猛过？我要讲的是为什么他敢砸锅，为什么他敢凿船。大家注意，项羽不是莽夫，他算过一笔账，秦军40万，人数占绝对优势，但赵高在朝廷里乱搞，前线将士心里都清楚，打赢的功劳是赵高的，打输了脑袋是自己的，士气早就散了。出军5万，人少
但每个人都知道船没了，锅没了，退路没了，唯一活下去的方式就是打赢眼前这一仗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绝境之下的精密计算。上个系列我们讲韩信的背水一战，韩信是把士兵推到绝境，利用别人的恐惧来激发战斗力。项羽不一样，项羽是自己先站到悬崖边上，然后回头对所有人说，跟我来。韩信用绝境驱动别人，项羽用绝境燃烧自己。这就是韩信和项羽最大的区别，一个是顶级的管理，一个是天生的王者。说到这里，大家想一想自己的生活，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该辞职、该创业、该表白、该改变，就是迈不出那一步？因为后手太多了，大不了我先干着呗，大不了再等等呗，大不了这样也行呗，大不了太多。所以永远不会拼命。项羽教给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，有时候退路不是安全感，退路是慢性毒药，它让你永远温吞，永远犹豫，永远在差不多的日子里过差不多的人生。真正改变命运的人，都在某一个时刻亲手砸掉了自己的锅，凿沉了自己的船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怕，是因为他们更怕一辈子这样下去。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今天你站在漳河边上，身后是船，前面是40万秦军，你敢不敢砸锅？敢不敢凿船？你人生中那口该砸还没砸的锅到底是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。项羽这一集讲的是巨鹿之战，但项羽的故事才刚刚开始，后面还有鸿门宴，还有霸王别姬，还有乌江自刎，每一段都让人心碎。今天讲的这些全部出自司马迁的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。说实话，《项羽本纪》是整部史记里我个人认为写的最荡气回肠的一篇。司马迁写别人是在记录历史，写项羽是在燃烧感情。如果你还没读过《史记》，我真心建议你入手一套，不用全读，先翻开《项羽本纪》，读完你就会明白，为什么2000年来中国人对这个失败者念念不忘。想读的朋友，链接我放在橱窗里了，去看一看。